制作泡菜的主料是白菜，白菜古时称为松，原产地为中国北方，三国时期就有记载，唐代广泛种植。我们来听听曾经热播韩剧《大长今》是怎么说的。 울산 이 채소는 무엇이냐? 숭채이옵니다. 숭채? 숭채라. 그건 또 무엇이냐? 명나라에서 씨앗을 가져와 다재원에서 시험적으로 키우고 있는 채소였는데 음식을 해도 맛이 아주 좋아 활용하였습니다.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端午节、活字印刷、中医、汉服到泡菜，在中华文明上千年的熏陶下，韩国继承了大量的中国文化。韩国是朝鲜半岛的一部分，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从衣食到住行，处处都有中国文化的影子，也不足为奇。韩国在历史中不断学习我们的文化，不给原创点个赞也就无所谓了，毕竟白嫖嘛，大家都喜欢。但是白嫖过后还要明抢，占为己有，就忒不地道了。思密达。韩国的电子支付目前还不像中国那么普及，钱币还是韩国民众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上面的图案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使用钱币的人们。这张是面值1万韩元的纸币，虽然面值看起来不那么阳间，但这的确是韩国现在正在流通的纸币。韩国历史上是朝鲜王朝的一部分，纸币正面印着的肖像就是朝鲜王朝第2任国王，被尊称为世宗大王的李陶。在他之前，朝鲜民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要写出来只能翻译成汉语，用汉字记录，能够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只有贵族阶层，这就导致了普通民众都是文盲。于是世宗大王组织了一批学者研究音律学，还多次来到明朝学习，在公元1443年创造出了适合标记韩语语音的文字体系韩字。简单的理解就是韩语拼音。发明文字的世宗大王也成为了韩国文化的代表，登上了韩国纸币。但是当时朝鲜王朝都精通汉语的士大夫们上书反对使用新发明的文字，甚至偏激地把它称为螳螂之丸，通俗地说就是屎壳郎推的粪球，而把汉字誉为苏河之乡。加之世宗大王本人也倾慕汉文化，还对中国的经典著作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故此他也将自己带头研发的文字称为谚文。谚文在发明之后的几百年间只做辅助表音，统治庶民使用，未能成为主流文字。官方文书、书籍文本，包括货币，仍然使用汉字。直到二战后，1970年朴正熙时期下令韩文教育抹去汉字，韩国的文字才让谚文完全替代了汉字。历史文化都是汉语写的，读不懂怎么办呢？思密达，这个我们拿手改编呗。当我们把这张纸币翻过来看看，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思密达，这居然是我国古代的天文仪器浑天仪，这明目张胆地把我们的发明印在了他们的纸币上。浑天仪是古代用来演示天象的仪表，其发明者是我国汉朝西汉时期的天文学家落下闳。东汉时期又由大名鼎鼎的张衡将前人的成果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和提升，在公元117年造出了集大成的铜铸浑天仪。全新设计得以完善的张衡版浑天仪问世，堪称浑天仪的真正鼻祖。到了唐代，浑天仪才传入了朝鲜半岛。1000多年以后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到了1433年，朝鲜王朝发明家蒋英石把浑天仪进行了改进，也就是纸币上的这个。具体怎么改进的，咱也不太懂，咱也不敢问。不过这个新发明看起来和1000多年前差不多嘛。你懂个球啊！我不是给它中间加了个球吗？好吧。不过它仍被视为韩国国宝，收藏于高丽大学博物馆。其实韩国的朋友的文化包装能力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山寨出了一个复制品，放置在世宗广场上供游客瞻仰，然后印制在了1万元的流通钞上。发明家蒋英石出身卑微，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也少得可怜。即便如此，他的故事还是被改编成了一部热血、励志、青春、爱情、历史反转偶像剧。关于浑天仪的真假参半的历史，就这样在韩国流传了下去。